你知道50岁以后没人告诉你的是什么吗？你的关节不会在乎你有多强壮，关节关心的只有一件事，你动作的质量如何。大多数男士进行适合25岁年轻人的健身训练，许多25岁年轻人的健身训练导致膝盖、肩膀和背部受伤。有一条更聪明的方法，只有5个练习，就这么简单，不是流行的锻炼方式或复杂的计划。5个动作帮你终身无痛，保持灵活和身体机能。大多数训练师不会告诉你的真相，常规深蹲并不适合50岁以上人的髋关节，它是为踝关节灵活、膝盖结实的年轻运动员设计的。香菇深蹲正是你身体一直渴望的动作，站姿更宽，脚趾向外，膝盖沿着脚的方向移动。这不仅仅是动作的辨识，更是保护髋关节和膝盖的好方法。50岁以上男性髋关节活动能力下降速度是年轻男性的2倍。相扑式深蹲能改善状况，但有一个关键点容易被忽视，他们以为这只是单纯的站得更宽。错，妙处就在角度上。你的股骨在髋臼中的位置已经不像你30岁时那样了。相扑式站姿，双脚间距为肩宽的约 1.5 到2倍，以便在髋关节处创造足够的空间。它可以防止深蹲时膝盖向前移动，从而避免软骨损伤。诀窍就是这样掌握的。双脚站立，分开比肩宽，脚趾向外指45度角。在下蹲之前，先将脚掌扭紧踩实地面，右脚顺时针转，左脚逆时针转。感受你的臀部发力，那就是用力感。现在慢慢坐下，感觉像是在把地板往两边撑开，膝盖向外推，挺胸，重心落在脚跟。蹲到底部时，臀部与膝盖平齐或略低，感受内侧大腿和臀部的燃烧感。沉睡的肌肉正在觉醒。第1周仅用自身体重做3组，每组8个动作，感觉髋部再打开。第2周在动作的最低点停留5秒。第3周做3组壶铃胸前高度，每组10次。如果你的膝盖内扣了，说明负重量太大了。这不仅仅是腿部力量的问题，这就是到了70岁还能上楼梯时不感到疼痛，从椅子上起来时不用手的感觉。相扑式深蹲构建了所有下半身动作的基础。你将这样继续下去，但现在有一个无形的弱点正在悄悄削弱你的力量，接下来的练习就能解决它。听着，你的身体并没有出问题，它只是在运行陈旧的程序设定。我的28天活力方案是帮你重塑运动模式，唤醒那些你以为早已消失的力量的完整系统。这不是为了练出明显的肌肉线条，让你的身体重新像30岁时那样运转，无痛、强大、灵活。已经有成千上万的40多岁男性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。方案在下面的置顶评论里，或者扫描您屏幕上的2维码获取。抓紧，咱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的臀大肌功能正在衰退，不是字面上的死亡。你每天坐着8到12个小时，那些肌肉已经忘记了怎么运作，他们忘记了如何发力。弱臀肌会导致下背部必须承担所有代偿负担，提举、走路，甚至站立。这就是你背疼的原因。臀桥不仅仅是一项锻炼，更是一种身体重新激活的方法。它训练你的身体后侧肌群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。重点是，强壮的臀肌可以为你的每一个动作增加10%到15%的力量。没人告诉你的臀桥秘密。大多数男人通常会像在夜店跳舞一样上下扭动臀部，感受到货绳肌和下背部的发力。除了臀大肌外，其他部位也有感觉，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动作。臀桥动作中，正确的姿势占80%，动作占20%。如果准备动作错了，那就是在浪费时间。这就是正确的动作姿势：仰卧，双脚着地，脚跟距离你的臀部6到8英寸。稍微做骨盆后倾，想象把尾骨轻轻向下收紧，这会固定你的下背部。提臀前，先用力收紧臀肌，脚跟用力抬起臀部，直到膝盖和肩膀之间形成一条直线，在顶端保持2秒。用脸颊用力挤压，就像掰开一个核桃那样，用控制力缓缓下降。如果你感到大腿后侧抽筋，请把脚移向身体靠近一点。第1周进行徒手训练，3组，每组12次，强调收紧肌肉。第2周顶部保持3秒，重复次数不变。第3周单腿桥，每侧做8次。第4周在膝盖上方佩戴阻力带。这项锻炼保护你的脊柱，它支撑着你的硬拉、冲刺乃至你的整个生活。强壮的臀肌意味着几10年无痛的背部，但臀肌只是关键的一半。
你的上半身需要接下来的调整。俯卧撑是全世界最容易做错的锻炼动作，超过50岁的男人要么因为肩膀疼痛而跳过训练，要么硬撑着做一些无效的动作，结果让情况更糟。现实就是这样，一个正确的俯卧撑可以锻炼坚不可摧的肩膀、稳定的核心，以及你每天都会用到的实用推力能力。问题不是俯卧撑本身，而是你做俯卧撑的方式。完成此动作可保护肩袖并增强力量，做错了，肩膀可能就得动手术了。这就是害死大多数男人的原因。他们把胳膊肘向外张开，像翅膀一样与身体成90度角，这就是导致你肩关节夹紧的原因。到了50岁，肩袖肌腱就变薄了，你的肩关节囊变得更紧了，肘部张开过宽会在无法承受的部位产生压缩和摩擦，你需要从头重新学习这个模式。这是完美的动作准备。双手略宽于肩膀，手指张开，朝前或略微向外张开，下降之前保持紧张，像把手拧进地面一样用力按压，右手顺时针转动，左手逆时针转动，胸部要收紧。现在当你下降时，肘部应保持与躯干成45度角，不要紧贴身体两侧，也不要张得过宽。下沉直到你的胸部距离地面约1到2英寸，你的整个身体协调的作为一个整体移动，没有下垂的臀部，也没有臀部翘起的姿势。用手掌推起，然后恢复至起始姿势。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掌控自如，而不是匆忙完成。第1周斜板俯卧撑3组，每组8个。第2周降低倾斜面，改用台阶或低矮的箱子。第3周从膝盖着地的俯卧撑开始，专注于肘部角度的正确动作。第4周标准俯卧撑3组，每组5至8次。这和胸肌大小没关系，保持肩部健康，以便75岁时能自如支撑自己。但推只有一个方向，你也得拉一拉。你现在正驼着背，别否认了。经过几十年来的久坐、长时间开车和盯着电子屏幕，使得你的肩膀变得前倾，上背部的肌肉变得极度虚弱。这种圆肩驼背的姿势不仅看着不美观，还在压迫你的脊柱，限制呼吸，并且很可能让你以后长期饱受颈肩疼痛的折磨。水平引体向上可以纠正这种情况，它是逆转姿势塌陷，打造出真正能有效支撑你背部的最佳运动。不需要健身房，只需一根杆子、一张桌子，甚至是一张结实的书桌。这就是大家常犯的错误。他们以为拉的动作只是靠手臂力量，错，你的手臂只是挂钩。水平引体向上是通过有效夹紧你的肩胛骨，激活那些多年未被充分使用的中背部肌肉。大多数男性都是靠肱二头肌的力量把自己拉起来，他们从不使用背阔肌或菱形肌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陷入瓶颈，姿势一直没有改善。掌握这个动作的方法，找一根和你的胯部到胸部高度差不多的横杆，杆子的位置越低，练习就越难。双手握住横杆，肩距稍宽于肩，掌心朝向自己或朝外，将双脚向前移动，直到身体与地面呈45到60度角度。双臂伸直悬挂，收紧核心，身体保持直线。现在先收紧肩胛骨，然后开始拉动，将胸部拉向杠杆，肘部向下并向后拉动。你的胸部应该碰到横杆，有控制地降低身体，集中注意力在肩胛骨上。若只感觉手臂需调整动作，先收紧肩胛骨。第1周高杠杆角度3组6次。第2周稍微降低角度，重复次数不变。第3周双脚放在盒子上抬高，做3组，每组8次。第4周在动作的最高点停留2秒钟。这个动作从内而外地重塑你的姿势，但是还有一环缺少，那就是把一切维系在一起的关键。你的核心不仅是腹肌，而是稳定脊柱的整个核心肌群，包括脊柱的前侧、侧面和后侧。50岁以后，核心力量弱了，哪里都疼。当你抬东西时，下背部会代偿。你的骨盆倾斜是因为腹肌无法维持稳定，你的平衡感要垮了。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平板支撑，而不是仰卧起坐或卷腹。平板支撑是锻炼核心的动作，使其发挥真正作用，抵抗身体不必要的移动，并在负重时保护脊柱。这是让列表中其他所有练习效果更佳的关键。这就是男生们出错的地方，他们以为平板支撑只看坚持时间。我坚持做了2分钟的平板支撑，恭喜你，你用糟糕的姿势完成了，但一点好处都没有。
平板支撑不是耐力比拼，而是全身张力训练。如果你的髋部下沉、腰部过度拱起或者屏住呼吸，就是在加重你想要改善的问题。这就是完美的平板支撑姿势。前臂着地，肘部在肩下方，双脚并拢或与臀部同宽。在你开始保持姿势之前，先让全身绷紧，收紧臀部肌肉，像有人要揍你一样绷紧腹肌，感觉肘部向脚趾靠近，但肘部本身不要真正移动，这会激活你的背阔肌。你的身体应从头到脚跟保持一直线，保持脖子中立，不要抬头或收下巴，用鼻子平稳的呼吸。当你的臀部下沉或抬起的那一刻，你就完了。重质不重量。第一周3组，每组20秒，保持完美姿势。第二周进行3组，每组30秒。第3周3组45秒。第4周每侧坐侧平板支撑20秒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拥有腹肌，更是为了让你的脊柱在70岁时依然坚强可靠。这5个练习是你无痛生活的基石。这就是这5个练习。这就是你保持一生无痛感、灵活和强壮所需要的一切。不是50个练习动作，也不是复杂的训练分组安排。5个针对50岁后关键部位的动作：臀部、姿势、核心和肩膀，帮助增强力量。你现在已有蓝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到底是要真的用它，还是任由1年又1年过去，却又不明白为什么全身都疼？先从第一个开始。今天选择相扑深蹲，专注于本周掌握，下周再加入下一个新动作，慢慢地、准确且有意识地打好基础。你70岁时的身体状况取决于你现在的行为。如果这句话戳中你了，记得订阅并打开通知哦。我每周都会为50岁以上的男性推出更多 NBS 训练内容。现在放下手机，去动一动。